大家好，很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慧命书院灵学文库，我是王生文。那今天我们再次很荣幸的请到辅仁大学郑志明郑教授。那今天呢，再次跟我们来精细剖析呢，灵学方面的一些这个学识。那我们在上次呢的题目中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如何来超度，还有超度的意义跟内涵。及它的仪式所代表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抚慰人心的一些方法。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再更延伸了。那我们超度完，或者说我们的先人过世了，那这个灵到哪里去？那我们希望呢，用这次短短的一个节目呢，希望能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那所以我们请郑老师能帮我们再次的讲解，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那么人死后灵性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主要当然有3个地方，一个就是天堂，一个就是地狱，另外一个呢就是净土啊。当然佛教讲6道轮回，它可能讲得更细一点，但我们主要还是分这3个方面来说。天堂是属于言善之人，就是你已经是功德圆满之人，你回天去了啊。一般民间还喜欢讲回天脚趾去了啊，就是说你从天上来，你再回天去啊，这是天堂啊。第2个就是地狱，地狱的话就是你不是纯善的，你还有恶业啊。那你可能还要到地狱去受审判，审判完了才能上天堂啊。如果审判以后，不能上天堂，你还要接受地狱的各种苦刑啊，让你接受的各种煎熬啊。如果再差一点，可能还审判你到畜生道、恶鬼道种种，你还要去轮回转世，还会受尽各种苦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除了天道以外，还有人道。那人道的话，就要生生世世去轮回转世，这个轮回转世也是一种苦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了断这种苦啊？后来佛教就发展成净土的思想，而这种净土的思想当然道教也有，就后来就形成了天堂的中印在或者转印在啊。也就是说，人死了可以不下地狱，但是也无法上天堂，那我们可以到一个中度的地方，那就是各种佛菩萨以及神仙的净土，到那边继续去修炼修炼到你的灵性圆满，那你也可以成佛成仙去了。那佛教的净土思想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的流行，所以它主要还是跟菩萨信仰结合起来。我们要想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经由菩萨而成佛啊。那这个大乘佛教就有很多很多的净土，有佛的净土，也有菩萨的净土。那佛有西方阿弥陀佛，有东方药师佛。那菩萨呢，就有4大菩萨净土这观世音菩萨净土、文殊净土、普贤净土。还有地藏王菩萨的净土，当然还有各种佛菩萨的净土。那么在道教里面当然道教有各种神仙那有自然之神，还有历史的伟大人物之神。那这些神他也有很多共修者，那么死后当无法上天堂的时候，那就回到各个灵界去那佛教所讲的天道大致上是在讲各种这个佛菩萨或者神仙的净土那这些净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这种中间的转印在当然到天堂去成佛，那是最高的终极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从数量来讲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终极的成佛之数。而我们还在成佛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位阶比如说这个
这个道教啊，在讲地仙啊，还可以分很多等级10种仙啊。那这个佛菩萨以外，还有各种罗汉，还有各式各样的修行者，所以还有各种等级这个是佛教道教的说法。如果我们从现代的能量来说，那可能有高能量、低能量，还有各式各样的能量有已经成神的能量，有的还没有达到神的能量，那这些可能都在净土里面那我们死后，我们当然上天堂是最大的希望但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下地狱，但是我们很可能去的就是各种佛菩萨以及神仙的净土那么到了净土以后呢，会不会再到人间来轮回这个在道教里面它把仙分成天仙跟地仙。天仙的话就是像佛一样，那就不会再来了。好，那么地仙呢，因为它还不是完全圆满，那它如果要功德圆满，可能它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转换成人身到人间再来修在佛教里面有一来果，就是还欠一次，一定要到人间的最后的修行圆满。那道教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就是我们还是趁愿来人间，透过修行，而最后能够成为终极的存有好，那么净土的观念，可能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言说那也有不同的进入净土的方法那么人来到人间，其实目的就是为了修行意思我们在追问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当我们有灵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有永恒的追寻，我们就有希望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最高的终极的存在因此但是这种存在要透过人的身体来修。如果你是一个无形的，你怎么去累积功德而达到终极呢所以佛教讲这个人生难得因为你有了人生，你才可以透过人生去朝向终极，成为终极。所以因此任何的这种在净土的这种灵体生命，其实他为了终极的成就，他可能还要再回到人间来。所以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我们的灵到了各方面的净土，他还是不断的在学习的意思，他才能到终极的佛或神的意思。那请老师再解释一下。那在佛教有一个名词叫做中阴身。那这个名词，老师如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我们其实佛教有事有生我们有生有生，有本有生，有死有生，就从生到死，我们有3生。但死之后呢，到下一次的生呢，这个在佛教叫做中阴身。这个中阴身呢，也就是一般宗教所讲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它是刚好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叫做中阴身。也就是说，它是死后之生到下一次生之生因此他要寻找。如果他是在介于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要寻找各种因缘来出世。那在佛教里面佛教很多经典有个《胞胎经》他专门在说这种现象，就是说当一个中阴身要去投胎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经过类似我们的这个电脑一样快速筛选才能够进来。所以当这个父母精跟卵子结合的时候，这是双方的结合，但是还有第三方，就是中阴身。中阴身可能来了几千几万甚至几亿，他在要短时间里面筛选了最适合的和之身，然后就形成了新的生命所以中阴身进入我们的这个胚胎里面，是经过几万个、几千、几亿个筛选，才能够双方和，然后形成的这个胚胎，然后胚胎才能够形成人生。好，双方怎么样去抉择呢？那就要考虑父母的德性。父母有德，父亲有德，母亲有德，
那么进来的也就是有德之身。如果父亲无德，母亲无德，进来的中阴身可能是为了讨债而来的，所以就会有各种的进来以后啊，这个子女不孝啊、不顺啊，那都是跟你父母的这种善恶有关啊，当然也跟中阴身的修行有关啊。所以中阴身啊，当然他一定要选择适合他的当然因为中阴身他背后夹带的各种善业恶业那么善业他就可以投入善胎，恶业就可能投入恶胎，所以因此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报应累世报应。那所以父母要能够生出好的小孩，一定要多行善事，而且双方都有善德，我想生出来的孩子也是善的所以还有一件事呢，因为中医生他是亡者，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去选择他所投的胎嘛那如果我们这更实际一讲呢，那如果我们经过了超度，我们经过先人的超度，那是不是呢？这个亡者呢，经过这个我们后人的超度之后呢，那他就是不是可以有到他的归宿是不是就会更好呢？或者他到的净土呢？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上一集谈超度，其实超度的目的就是要增强这个亡者中阴身的能量，让他能够往生善处这是佛教的说法。什么叫做往生善处呢？就是有一个善的归宿那一般佛教来讲，就是要帮他助念，要帮他增功德。好，那么增功德往生善处，就是说把他超度到各个净土去。那么有佛的净土，有菩萨的净土，看谁愿意来接引他。还有就是他能够在投胎的时候，可以投到一个好因缘的地方去。那当然，我们可能经过了我们的福德，我们的超度，那这个先人可能就到了净土了。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那如果说这个先人不管到了净土或者是哪个地方，那跟我们本身呢，是不是还有相互的关联呢？就好比说他到了净土，他是不是就不理我了？那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先人的保佑了。那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这都是从人的需求来说啦那么我们常说，我们很重视的就是祖先跟我们的关系。祖先跟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血缘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延续着祖先的生命那这个延续的祖先生命，我们希望能够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传统很重视丧葬文化的原因，就是透过整个丧葬文化，让大家能够代代传承，而让祖先也都有好的归宿。因此，祖先的生命也就跟我们产生了一种生命的共同体这个在道教里面就叫承父我们承受着祖先的善恶，所以我们也要承担祖先留下来的恶当然我们也可能享受了祖先留下来的善那么同样的，如果再加上佛教的这个累世因果，我们有来自于祖先的善恶，我们也有来自于前辈子的善恶，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一辈子的善恶。那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传承那我们也希望说，能不能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也可以了断祖先我们常说一人修道七贤九祖升天，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的善行，他也可以得到善报这个就变成祖先跟人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生命共同体。当然，祖先的福德会庇佑子孙，而子孙的修行也会让祖先有更好的善终跟归宿。那这样子就让生命透过这样的一种信仰而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对，
那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在世的人如果有修行的时候呢，那也可以呢帮祖先多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好事啊。那是不是老师可以给在世在座的这些这个听众啊、观众有一个好的建议，如何选择一个好的修行的方法，就是他可以这个正确的。而轻信自己的身心呢，甚至能够帮祖先呢造福呢增福。好，这个其实很难说了，因为佛法有84000法啊，那法门很多，所以修行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啊，所以没有说哪一个修行的方式是绝对优秀的，但是每一个修行的方式都是扣着人终极的需求而来的，所以每一种修行的方式，第一个要肯定人性是善的，肯定人性是有终极的成就，然后再来就是透过你对于生命的理解，在心性的相应下，你愿意朝向终极去努力，那这些都是来自于你对生命的领悟跟理解而来。不过在佛教跟道教它比较强调的是说，因为我们生命的传承嘛，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你可能没办法去分辨哪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所以在道经或者佛经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择求明师啊。什么叫择求明师呢？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能够有智慧，而且他自己已经有体验或者已经有走过的这些历程，他可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随时给我们提醒及启示，或者是说可以帮我们化解各种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当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很难。但是问题是，这个什么样的名师是可以作为你精神生命的归宿的引领，这有时候在现实社会里面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工商社业基本社会里面，我们好像太沦落到一种物质的或者是说商业的行销层面上。当然，很多人可能都会自称他是什么大师，或者自称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凭什么来说他自己是大的觉悟者？其实大的觉悟者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公断啊，所以因此我们很难在那么多的产品中，我们怎么样去找出一个最好的产品？那最重要还是回归心性回归生命，回归真实贴切的生命。任何的修行者应该都是回到真实的人性上，而不是掉落在各种世俗的这种僵化的或者是利益的这种缠行里面。那这个回过来就是要有智慧了，而那个智慧当然跟你的利根有关。就像六祖慧能听到的这个《金刚经》，他就马上顿悟了，那是因为他善根很高。那当然可能我们不是善知识，但是我们总知道什么样才是善知识，我们怎么样去透过我们的努力来跟善知识能够相互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我想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比较艰难问题，我要考一下老师，因为老师是辅仁宗教系的这个老师，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师。那您可不可以期许几句这个对于宗教所的或宗教系的一些学生那他们进了宗教系之后，他们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或者说他们对宗教有些什么样的认识？毕竟他会传承您的这个其他的思维想法。那你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学生呢有些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我们的听众有些对于宗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传承，或者有些这个了解？重点不在改变信仰，重点是在改变心性，改变自我的习气。其实人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欲望、贪恋，人很多的情绪，这些都使得人变成了凡夫俗子。所以人事实上都是凡夫俗子。那么凡夫俗子可能就掉落在这个凡夫的俗境里面。好，今天我们有机会，这个接触宗教。那接触宗教其实就是佛教讲的得闻佛法，就是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来接触，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各种宗教也好，但是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接触这些各式的宗教呢？那就是回到真实的心性，然后摆脱掉各种人无穷的这种欲望跟杂念。当然，这就是修行的要旨啦。但是这种修行的要旨，其实最难的可能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这种欲望，我们有太多的干扰，还有我们掉落在一个现代的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我们有太多的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都使得我们，其实当我们要朝向宗教的这个内涵的时候，当我们要去朝向神圣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被世俗的各种力量的牵绊。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圣还之辨，就是圣跟还是怎么样去辨别的啊？圣还之辨啊，就是说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世俗的。当我们所作所为，如果我们只还落在俗念上，那我们就是俗；当我们从俗念上跳脱，我们就是圣。但是这样讲还是很抽象的。其实我喜欢讲的是孟子讲的义利之辩。什么叫义利之辩？就是什么是所当为，什么是不当为。所当为者为义，不当为者为利啊。那么你在利益跟义上面，你怎么抉择啊？在孟子书里面，梁惠王说：“所不远千里而来，将有离吴国乎？”孟子曰：“王何必耶利？必有仁义而已。”好，除了义，还有讲仁，仁跟义。义是所当为的，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但是什么是你应该做的呢？回到仁，仁这个字啊，是两个人啊，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跟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心性的光辉，这也就是孟子讲的性善。所以孟子是认为人谁对是善的，看到有小孩子掉到井里去，我们一定是伸手去捞他过来了，所以证明人性是善的。好，回到修行上来讲，对生命的这个终极的探讨，其实是回到心性上的自我检验啊。那在一行一动上啊，不管你做什么事，都要能够回归自己的本心。但是问题是什么是自己的本心？所以中国哲学也好，中国宗教也好，其实都是要回到人的一心上。而什么是一心呢？就是没有杂念，没有欲望，而言出的善恶之处。什么叫做言出之善恶？也就是无善无恶，就是回到真实的本性之中。好，儒释道或者任何的宗教，其实强调的就是人性的本源，啊，这种就是回归到生命的本源处。所以文明啊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向前走，那就是像科技文明，不断的往前发展，另外一种就是向后看，向后回，就是回到源头，回到生命的源头。好，科学是往前的，它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这种永无止境的科学，很容易就让我们迷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那宗教是让我们回归了，回归到宇宙的源头，回归到生命的源头，回归到那个源头对我们的根源的启示。而修行的目的就在这所以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佛教讲般若，道教讲单道，
都是要回到那个生命的原点，只是那个生命的原点是什么呢？生命的原点就是心嘛。所以我们真正的宗教是在讲心在哪里，心是什么，而我们怎么去圆满具足的本心，这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听到老师这一番话呢，我只有一个深深的体验呢，就是净土在哪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净土应该就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心净呢，我们自然可以到达净土。当然，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啊？哈，那这个是需要老师指导。那希望在下次呢，我们有机会呢，再次请老师来呢，我们继续呢，再讲如何到达净土。甚至呢，净土有分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啊，那它是怎么样来分成的？那这个呢，我们老师呢一定会帮我们深入浅出呢，让大家能够了解。那今天呢，就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